这是首都啊，搁在古时候那就是京城，毁成这样式儿的，那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就是不打算让人过日子了。去年年初在通县，军委的命令一杆子捅到连队，那连重炮都不让用，你们还记得哪能不记得？这我在和平门看的通告吗？总前委发的。老崔啊，那是不一样的。咱们队伍的宗旨是守护国家，是守护人民，是守护好日子。那侵略者能一样吗？他们就是来搞破坏的。他看着来气，你说这大老美，家伙事儿都挺硬的，咋就说人话不干人事呢？把人家拆了，他能捞着啥便宜？咱这次出国作战，那口号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眼前这个样子呀，不抗能行？咱国内刚打完仗，这舒心日子才过几天呢，能让他们就这么霍霍？从6月份到现在也就6个来月吧，就这平壤周围死了得有几10万人，作孽呀！咱们那边也不消停了，炸弹扔在了鸭绿江北岸，安东炸死了几10个人，还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他们天天吵着要文明，这落实到行动上，文明没看见，倒是净剩下野蛮了。我们的敌人当中，有一些人是野兽，还有一些人连野兽都不如，但我们不是。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把血洒在这里，不是来抢肉吃的，我们在保卫我们的历史，保卫我们的文化，保卫我们自己沿袭了几千年的生活方式和文明传统。就像尹密将军和他的学生们保卫平壤那样，保卫我们自己心中的那一方净土。你的这些话，说真的，挺触动我的，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你改变、成长了很多。我们在这里战斗，就是在奋斗更好的未来。未来，我跟你一样。姓名、年龄、军衔、职务。赵和，民国16年生，23岁，陆军少尉，总部教导营，战车排排长。伤好了吗？好多了。你开始说吧，注意不要遗漏。主任，您再想想办法。没办法。哎，我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要招兵去收容处啊，干嘛都跑到我这儿来？真去了，那收容处的都已经让人领走了。我要是但凡能招来，我也不来医院打球风了，不是？来晚了，你看看，我这留守处医院也没人了，都挑光了。主任，就一个，缺个头信员，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我是真没辙了。我帮忙啊！不是我不帮你，你自己看看，凡是能活动的，没缺胳膊断腿的，还有谁是没主的？那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16岁参军，8年兵少尉，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部教导营的。长沙起义的时候，带着队伍往南跑，铁杆的反动派。要不是实在年龄太小的话，那战犯都够格了。这样的人你要？对不住了啊，添麻烦了。走。既然来了，那就放宽心，没啥丢人的。连里像你这样的一大把呢。你放心，咱们部队有纪律，不允许歧视解放战士。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起来！
啊！快上！挖啥？报告，进来。把门关上。阿爹，别乱叫，我不是你爹。离了，累了。也好。我这次过来是向你讨还点东西。哎，你过来，过来，快点儿！吴思民，干什么呢？还让他们吃鸡，过来，还让他们吃鸡呢！叫你过来。怎么样？人家今天过年，过了啥年？腊月都没进呢。洋人啊，过洋节。圣诞节啊。啊，对，我听说啊，他们洋人过年啊，就得吃鸡。是火鸡。什么洋鸡、土鸡的，有的吃的不错。有人答应他们了，今年可以回家过年，但没能兑现。我们来送他们回家。主任，事情都谈过了，该怎么用怎么用，是块好钢，用在刀刃上。首长，2营4连，还缺一个副连长。首长，恐怕不成啊。4连的唐大成、杨栓柱，就是那谁，组织不合适，老抽去6连吧，好吧6连那康石都说好了要调回来的。平时啊，做思想工作一摊儿的，但关键是啊，你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我今天见过邱少峰了。你跟他说什么了？跟他说什么？
我揍了他一顿。揍他我还用你？还伤心不？不伤心了。我跟老邱本来就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这些年他也难受，我也不痛快。分开了，反而都轻松了。分了就分了吧，强扭的瓜也不甜。我跟他说过了，从今往后，不许他再来找你，否则我和你地底下那7个爹有一个算一个，饶不了他。行了行了，我知道你向着我。瞅你个丫头片子，怎么喜欢舞刀弄枪？谁也管不住你，真是不让人省心。这还不是你们惯的？也是老兵了，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这子弹不长眼睛，自己多加点小心。知道啦。那个赵和怎么回事？什么怎么回事？关赵和什么事儿？真没赵和什么事儿？能有他什么事儿啊？现在的男人臭毛病多。好了好了，八弟，我不跟你说了，我走了啊。去吧，没打完一仗，给我报个平安啊！知道了，记着。带着个拖油瓶腻不腻？别嘟嘟囔囔的啊！人家现在是排长，跟你一样。瞎了眼了。说谁呢？你说连长还是指导员啊？我告诉你啊，你的排长，他的排长，那都是团长和政委任命的，团里头都挂了号的。听见没有你？哎呀，你别老浪费了你。这玩意儿你心里有点数啊，别再反悔了。哦。埋伏？不像，你啥都知道，瞧把你能根的。要真是埋伏，现在就该出来了。汉星 M26的时速是40公里，他要跑你追不上，他要追你，你跑不掉。咋的？狗弄嘴上？这宝贝玩意儿要是能动起来，就是头老虎；要是没了油，就是块30吨重的铁疙瘩，还不如一块砖头好使。别捣鼓了，再捣鼓它也动不了。咋自己还动了呢？这咋想的？有声了？准备发射！哇！第二发炮弹，准备发射！哇！你想行啊？可以啊。我想能开了，说太紧了。家伙。
这个小子，什么4连角头，2赢的。亮子和一班长是哥俩，亲哥俩。一班长姓周，亮子不是姓孙吗？一个爹俩娘生的呀。亮子是他娘的姓。从小我娘就跟我说，这人得求上进。后来吧，我入伍的时候，我娘她死活不同意。我娘她使绊子，说啥都不让我入，还给招兵的送东西，说啥？说我身子骨不行。嘿，什么范儿？干啥呢？咋的？亮子入党的事还挡着呢？那不能轻易放过呀，绝不够。百善孝为先，背地里骂老娘，可不应该啊！谁骂我娘了？不是排长，我说的是那个是一班长。我听指导员说，你们是亲兄弟，不是一个娘生的，同父异母啊。我看一班长对亮子还不错。就你，这天到晚抖机灵，见着铁皮罐子比亲爹还亲，你觉不够啊？我那罐子是给我自己弄的呀，哪回罐子不是全连一块吃啊？咱是党员，对不对？有啥好事大家一块儿来，这才叫觉悟呢。就亮子那小心眼儿的，他那觉悟能跟我比吗？那你娘可真不容易，后娘不好当啊。我娘和其他的后娘她可不一样。回头跟亮子叨吧几句，财神没了，让他自己心里有点数，别没事就往那个谁跟前凑合。财神刚没几天呢。小时候俺俩打架，俺娘从来都是信他不信我。就按参军这事儿，俺娘都是听他的。剃头挑子，地头热乎。亮子可不领情啊！说起来是亲哥俩，那跟仇人也不差啥。哎，背的什么玩意儿？这是飞雷，我们叫的土飞机。下回见你让你试试。这东西不适合我。哪儿不？跟我走！装甲车2辆，5百米打，开机炮！
干嘛？别动！郑先生，你动了！你打他几个了？快着点！看准了就打，打完就趴下，听见没有？打完趴下。开枪！开枪！我说打！蹲下！蹲下！连长呢？没了。指导员呢？也没了，都举手。从现在开始，全连由我指挥。你谁呀你？我邱少峰。邱少峰？你们还有谁？跟着我，擦死他！告诉你们排长，高地上方那棵大石头上，把掷弹筒集中起来，给我瞄准了轰！
降你的职务是组织上的决定，是对你所犯错误的惩罚。我闺女的事儿，是我们个人的事儿。今天翻篇了，我们两清。阿尼，我对不起3万，对不起您。你毙了我吧！对得起，对不起，都已经过去了。从今往后，你是你，3万是3万。好好打仗，好好做人。自己丢在地上的脸面，自己一点一点的拾回来。走，走。那谁？那谁呢？找找有没有活的？那谁？那谁呢？看着小几下，你管谁就那谁呢？叫你呢，团长找你开会。队长，我不叫那谁，叫我连长。就是吧？报告，这个是1030高地，这边是美军啊。报告。等会儿，来，这里好这个。行，这里先哎，我这3个警戒。嘿，那边是美军。这里有2个枪手。咱们呀，要从他们2处之间的接触。来一根，来一根，传来。如果我们要是硬缠枪插过，两边都是敌人，那就在心里。呀，心里啊，骆驼，到底是当过团长的人，抽不抽啊？那么多废话，抽。说什么？第2天晚上没有听政委说，咱俩差点一块儿打班呢。乔少邦，走。邓金刚忙不死，人都没了。那从现在开始，怎么着？由你代理6连连长。已经接手了。他怎么样？好着呢。真的假的？真的，好着呢。要给带着了，小兵那面一拉进去，一点都不拉的，打真好，是不是？被子抢活了。团里的密令是要求我们封锁公路，并不包括已经抵达渡口的敌军。We were building the traffic post. Move the track. It's blocking the way. Leave the road clear. 100 feet long. 如果不打掉渡口的敌人，一旦公路被炸断的话，这儿的敌人就会回援，突击部队就会受到两面夹击。Keep moving. Don't touch those barricades.
拿着。不管你有多少办法，都得先解决掉坦克。我们手里的家伙，对那玩意来说都是挠痒痒。敌人的兵力是我们的2到3倍，那边有坦克，有装甲车，而我们的手里连一件像样的反坦克武器都没有。其实也不能这么说。什么不能这么说？你还能再变出一个火箭筒来？其实，咱们还有一件反坦克武器的。什么？知道吗？对坦克威胁最大的反坦克武器，就是另外一辆坦克。废话，咱们现在要是有辆坦克，你想怎么打怎么打。问题是咱们现在有吗？没有。我真想揍你！哎，你别忘了，咱们这儿还有个会开坦克的人。1分0.10秒，中间有一个时间段，两车相背而行，在这个时间段内，坦克的后面是个盲区。排长，啥叫盲区啊？就是车里面的人看不到车外的人。最多你有45秒的时间，最少你只有20秒。40秒。你不是神仙，不是手包。有毒，拿命赌。赌输你的病就没了，到时候2排怎么办？说对，所以现在2排由你指挥。我怎么了？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冒进了？怎么了？不喜欢？这太不像你了。这就是我。Keep slow. Look around. 我跟你说，我只要一过去，立刻干掉这个当官的。赵哥，他这是去送死！送死！妹妹儿，他命是我的。你们都疯了吗？
弹是怎么弄啊？准备开炮！中弹，准备开炮！这个怎么弄啊？这个打开炮栓，炮在哪儿，栓哪儿，自己找。装弹，装弹！开炮！开炮！开炮！拉炮栓！拉炮栓！炮栓在哪儿？炮栓不就在你脸上？拉炮栓！你打偏了！会了，我会了，把它顶好，会了。等我指令，我来瞄，你来开火，听我指挥。装弹完毕，开炮！大家没住，手段。装弹完毕，开火！没住，你把炮口给我往上调一下，在哪儿？装弹的口，右边那个红色转轮。现在是上还是下？上！第一圈，再来一圈。第二圈。开火！中了，中了吧？中了！继续装填。没弹了。找到了，找到的那是钱啊！炮口往上转2圈，开炮！中了，
开炮！看得这么清楚啊！赵贺，这东西怎么弄啊？你照吧。辽阔征程，红旗招展迎风，青春似火，热血歌声，纵横沙场的旋律，那是凯旋的冲锋。为信念啊，披头啊，为拯救大道，为和平而战，希望无限，众心之大化作。生盐水400毫升，静脉滴注。做手术时再保护一些。大夫，太晚了，我在旁边小心点。大夫，陈大夫，大夫，等等，这个，大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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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冷静一下。
这是致命伤，已经救不回来了。救不回来了！这里是医生，再说一遍，现在救不回来！放手！救不回来了！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毙了你？根本救不回来了！放下枪！放下！你救都没救，你怎么知道救不了？这不是科学，是见死不救。同志，你不要乱说话。要是能救，我们肯定会救。但问题是现在已经……再耽误几分钟，就算医生来了也救不活了。是你杀了他，讲点道理好不好？坂本医生来了。医生，ここは病院だ。这里有业务ない，不是战场。彼の血液型は？他什么学校？上课了，马上就好了。行。这样上班。好。这怎么适合日本人？坂田医生是反战同盟里最好的外科专家。他还有多长时間？まだどの時間がかかりますか？今のこの事故ならばおそらくもって1週間。如果在这里的话，他能坚持1个星期，那就是个奇迹。それも奇跡だ。彼は脳内出血を起こしている。他现在颅内有出血，脑组织和神经组织受损，但是受损的程度不同。この血液と私の腕はここが限界だ。在这里没有设备，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できれば他の病院に移して。如果可以的话，最好让他转院。那到底能救还是不能救啊？你是医生，不能推卸责任。今の彼に必要なのは，现在他最需要的是良い設備と良い環境、更好的设备、更好的医疗条件、更好的护理，以及良い医者だ，更好的医生。哎，不是，哎，医生，你不就是好的医生？不是，别说了，快点儿！至尊后勤的车只等5分钟，1秒都不等。现在车辆损失严重，后勤压力太大了。快！小心，慢点，行。完蛋，马大人，你瞅瞅人家保父多会做人啊！你再瞅瞅你，那你扶不上墙吗？这不是？上车，快点！开车，你该了，大哥，是吧？我给你举着。西藤，离天亮还早着呢，你歇会儿吧。没事儿，你其实不用跟来。这个时候，你应该跟3排在一起。他把我当战友。快，慢点，上。小心点，来，是啊，来，先生，慢点。注意体温，每2个小时测量1次体温和血压。这车到哪儿？安东，
然后转车去国内荆州。二排长还能回来吗？能活下来的几率都很小，就算死不了，一辈子睡在床上，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叫不醒。二虎，二虎，二虎，我要跟排长回去。后方有人照顾排长，用不着你。鲁班长，二排长真的要成摊子了。摊子也算是幸运。医生说了，最大的可能是命保住了。植物人。植物人？啥意思啊？植物就和树和草一样，活着动不了也出不了声，就这么睡一辈子。那得通知他家里。他老家在成都，现在这么乱，后方政治部未必能联系上。能睡是福气。排长，排长，排长，排长！想什么呢？啊，想老娘。你老家哪里的？塘沽，海边。我们那边啊，下海的多。我爹活着的时候，家里面有条船，后来他没了，我老娘就给别人补网子。我参军的时候，他哭得不行，就怕我没了，剩下他一个。后来没托人送信回去啊？送过2次。黄堡战役之后，我当了排长，穿着军装，拍了张照片，突然一起送回去。在河南整训又送过1次。让他不要担心，我跟他说，仗快打完了，等打完仗，我就复员，回去陪他。仗打完了，你准备回去干什么？我想把我爹留下那条破船修修，给娘娘上几炷香，出海找神儿。娘娘？我们那边的人都供娘娘。天津老城里有个娘娘宫，每年的香火旺得不得了，都是我们这些个海货给供奉的。那海上呀，风大浪大，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转眼就狂风暴雨，那浪比城墙还高，真的是龙王爷打个喷嚏，我们就得歇半个月。那应该供龙王爷啊，怎么供娘娘？龙王爷是搞事儿的，娘娘是平事儿的。龙王爷吃人，娘娘救人，当然供娘娘。你说的娘娘，是不是南方说的妈祖啊？娘娘就是娘娘。天快亮了，也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了。北岸扫清了，估计应该快渡江了。赵河重伤，你又不在，3个排长缺编2个，才这么2天时间，连长和指导员应该会等你回去。
天放是老兵，老革命，指挥部队没问题。他不如你。谁说的？二排长说的可不算啊。那连里谁都知道他跟天放那点事儿。我要是天放，我一样跟他不共戴天。不是赵和说的。等过了江，估计团政治部就要找你谈话了，提前恭喜了。严兵，小心坦克！把两颗上来！班长，掩护班长！好。想起点什么了吗？你别着急，你能恢复成这样，已经是个奇迹了。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这很正常。脑组织和神经系统的再生是科学问题，但是认知能力和语言能力的恢复，却属于概率问题。赵和同志，早上8点到晚上8点呢，你可以自由活动，但是大夫来查房，你得在。有什么问题呢，你去跟护士去说。医院呢会给咱们留守站打电话。如果把你的脑袋比喻成一个图书馆，所有信息以一本一本书的形式存放在不同的区域，而认知能力就是索引和目录，所有的东西都在。但是你必须重建索引和目录。要多久啊？这是你3个月的津贴，一共18万，你点点。如果呢，你能找到一个点，就能抻出一条线，拉出一个平面，然后构建一个立方体。多久？只要你能记得1+1等于2，那么你学开微分方程只需要1秒钟，只要你学过。这是你的军装，要是憋坏了呢，你就出去转转，
反正离这个市区也近，想吃什么买什么东西的也方便。人民剧院啊，周末会有演出，到时候拿着咱们的军官证就能直接入场。哎，成来，这边房长有，哎，有了，哎，这边哎，好，但是你要想起1+1等于2，也许需要1天，也可能需要1个月，甚至可能永远也记不起来。走，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就是这儿。约好再来啊！去吧，晚上6点半还在这儿接你。你写这里可以了。来，下一组。在那边。没有说问题。啊？哟，这位军人同志，您好，我可以看一下您的证件吗？来，排长同志，请随我来。来，这个来点吧。来，这边。来，让一下啊！来，给您包好。哎，劳驾，谢谢啊。我来吧。哎，各位顾客同志，请大家发扬一下你们的风格，让一下咱们这位志愿军同志先买，好不好？我不买。哎，这边请。来，1张20，颜色亮一点。哎，好。按照咱们的规定啊，前线归来的志愿军战士，凭证的话都有1张20的花布。多少钱？当然是免费的呀。哎，快点啊！给。按照规定啊，你还有1斤白糖、2斤水果、2斤干果，然后还有3斤鸡蛋、1条鱼、1斤红肠。另外啊，您还有1双瑞福祥的厚底布鞋。谢谢。这些啊都是免费给您的。这买的有点少吧？这还是太给我来点多了。实不相瞒，我要不是实在赔不起的话，这矿石收音机我都想免费送您1台。是啊。要是您想买的话，对，我就收您一个成本价。谢谢啊。你好，这位同志，请问您的随身物品需要寄存一下吗？啊？您给我吧。好。您放心，东西放在我们这儿啊，一件都不会少的。第卷在。你好，同志，请问你想看点什么书吗？新书。啊，毛泽东选集，1944年。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
在放纵奔流着。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朋友们，用不着多举例，你们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有一种什么品质？他们的灵魂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驶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篱笆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在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往孩子口里塞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一起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志愿军同志，同志，您能给我签个名吗？签什么呀？什么都行。谢谢。我能给你写信吗？伍修权大使在联合国大会上指出，朝鲜的内战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以成为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理由或借口。所有这一切美国清朝武装力量直接侵略我国的行为，都是向中国人民公然无忌的挑衅。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中国人民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恢复的不错，有想起什么来吗？
有些人，有些事儿，一直在我这里面晃来晃去。恕我直言，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你恐怕已经不适合继续参加战斗了。你头部的碎片已经取出来了，但是子弹贯穿形成的空腔却是难以修补的。况且，从理论上讲呢，那些细小的颗粒是很难通过手术根除的。人的大脑不同于循环系统，那些杂质不可能通过新陈代谢自动排出。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都要带着它们过活了。那我还能活多久啊？这我不知道。人的大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从医学上来说呢，哪怕是切除1/5，你仍然可以活着。况且实际上，你往这个系统里面扔一颗黄豆，也可能把它卡住。到目前为止，我要跟你说的是，你的外伤已经痊愈，但是呢，后遗症、并发症随时可能发生。以后你可能会没灾没病、平平安安的活100年，但是也可能在明天早上死于脑溢血。但是最大的可能就是，你脑中的残留物会在某种程度上引起思维障碍。其实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现在的你并不是个完整的你。那我还能回去吗？回哪里啊？郑姐，跟我来吧。给这位排长同志让个位置，他是上尉归队。0200留守处，来吃饭。来吃饭。白面的白，老师的师，模范的范，白师范。走。我眼下在军分区警卫营剿匪，川西土匪可不比川北少。我也是排长。部队开拔的时候，我还在医院。后来追到泊头，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哎，你是从前线下来的？仗打完了吗？不记得了。啊？好家伙！你真命大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嗨，手榴弹炸的。当时首长就在车上，我们军的老政委，行署主任。手榴弹扔下来的时候还冒着烟呢，我抓起来就往外扔，空中就爆了。那大夫说，送到医院的时候，都说救不活了，瞎扯。哎，除了少一零件，哪儿都好着呢。你命也挺硬啊。哎，还是想上前线。部队走了，把你落下了，搁谁心里都不是滋味。心里不安生啊。可不嘛，睡觉都睡不踏实。哎，对了，你刚才说你是哪个部队来着？这个姓马的啥来头啊？马修是名字，美国人的名字搁在姓的前头，他的姓叫李奇微。
啊，都一个样。不，这姓李的是啥来头啊？情报上说，他是美军陆军的参谋长，2次世界大战时期，也就是咱们抗战的时候。他是82空降师的师长。通报上说，这个姓李的收缩战线，加强补给，同时又拉长了咱的战线，让咱这后勤补给跟不上来。没见着那什么麦克阿瑟的比他有多强？也不能这么说，咱是10月底过的江，40多天咱就收复了平壤，70多天咱就攻克了汉城，然后呢，仨来月，咱就沿着这汉江来回拉锯，不痛快，不明白，这个姓李的，就是跟这个老麦头不一样。李奇微和麦克阿瑟不一样，他是伞兵出身，考虑问题的时候更注重战斗相关的细节，气候、地形、兵力、火力、对手的特征、敌情、我情这些个因素。麦克阿瑟将军是从战略层面上来考量，而李奇微是从战术层面上来考量。打个比方说，麦克阿瑟这个总司令，他是以师和团为小单位进行战役部署，而李奇微呢，是以营和连为小单位进行战役部署。都直接指挥到营和连了？不是指挥，而是指在做部署的时候具体的考量。也就是说，对于底下的部队所遇到的具体困难和具体问题，麦克阿瑟顶多考虑到师长和团长一级，而李奇微能考虑到营长和连长一级。那为啥？因为他是伞兵啊。伞兵？这伞兵又咋了？一个师的兵力就这么从天上这么飞下来，很有可能会分散在几十公里甚至上百公里的范围内。也就是说，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下，如果你是师长，从飞机上跳到地面上以后，你指挥的很可能不是一个师，不是一个团，甚至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连，甚至一个排。啥玩意儿？一个排？那他这师长还咋当啊？没办法，事实上，能有一个排就不错了。在空降作战当中，就算一个师长身边连一个兵都没有，身上一把枪都没有，都是很正常的。因为一架 C-47运输机最大的运载兵力，也就是一个排，而且这一个排跳伞的时候，还未必都能跳到同一个地方。作为指挥员，也只能因漏就减，能收拢多少兵力，就使用多少兵力来作战。有收拢一个排就用一个排，有一个班就用一个班。所以说，一个步兵师的师长可能早就忘记了如何当好一个连长，但一个伞兵师的师长，无论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是一个合格的步兵连长。呀，不是，你咋懂这么多呢？